横提长公主嫁到科尔沁部，还是实在不妥。横提是嫡公主，有何不妥啊？皇上细想啊，端淑长公主嫁到了骁勇善战的准噶尔部，那么横提长公主若再嫁到尊贵富庶的科尔沁部，那么蒙古宗亲中的2大部落，那不就都成了太后的女婿了？那么太后在前朝后宫的力量，那不就更增添注意吗？那你的意思是？或许和敬公主可以嫁到科尔沁部。皇上反过来想想，朝臣们的反对未必都是替太后说话，也是为皇上的江山着想。罢了，朕认输，不下了。皇上的心思并不在此。朕想到前朝的事情，心就烦。讷亲带着朝臣们，极力主张嫁景色，不嫁横提。张廷玉算是和皇额娘较疏远的重臣，他为朕思虑，也说要嫁景色，也不知他是否真心实意。应该是。张大人的话，臣妾昨日也听见了。如若横提真的嫁往科尔沁部，增长的的确是太后的权势。这为父为子，为夫为兄，又为95之尊，许多的决断，确实让朕为难。皇上对太后是内疚和忌惮，对和敬公主有着父女的血浓之情。但是皇上更是天下的君王，皇上有着多重的身份，必有多重思虑，那就要看什么在皇上心里是最重要的了。朕是皇帝，是大清的君主，朕的心里面不能只有亲人而无朝局。皇上既然在意科尔沁部，想和他们密不可分，那就只有将自己最信任的人嫁过去，才是最好最稳妥的。朕当然知道，让景色嫁过去最为合适。可皇后才失了永从，朕怎么忍心让她再承受生离之苦呢？臣妾知道皇上的忧虑，但是国有重用，公主先是帝王家臣，才是父母之女。这件事情，容朕再想想。皇上，傅恒大人在御书房外求见。他定是为了此事来求见，他呀，肯定会为皇后母女说话。既然傅恒大人求见，皇上不妨听一听。讷亲他们进宫劝阻横提远嫁蒙古，皇帝不知道听进去没有？太后别急，您得沉住气。皇帝都几日没来请安了，有心避着哀家呢。有些话哀家说不得，但须得有人去说。太后是指淑嫔和梅嫔？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。讷亲他们在前朝里进言，这后宫的枕边风也要吹起来。可惜呀，淑嫔她情痴根本用不上，梅嫔倒是有心。
就是笨嘴拙舌，也说不到点子上。皇上近来一直心焦，眼下恐怕只有娴贵妃才能在皇上跟前说进去话。要不要奴婢把娴贵妃找来？咱们主动去找她。但是哀家还不想给她这个脸面。是。不过太后，德钦大人在朝中可是一直力劝皇上不要许嫁横提长公主的，可私下里也劝过您。其实，横提长公主嫁到科尔沁部也不是坏事，毕竟科尔沁部是蒙古诸部之首。长公主若嫁过去，与太后您在宫中朝中的地位也是有好处的。这些，哀家怎能不知？可所有的好处堆到一块儿，都不及孩子在身边要紧。当年横绰远嫁，哀家就是为了朝廷，不得不先尽了贵妃的职责，尽量不去想哀家还是个额娘。可如今，哀家正日活在对横绰的思念之中，身边唯一的横提还有可能再要被远嫁，哀家顾不得那些好处职责了。此时的哀家，先是个额娘，再是太后。娴贵妃来给太后请安。让她进来吧。臣妾给太后请安。起来吧，坐。谢太后。这个时候来做什么呀？臣妾是晚辈，是来替太后解忧。前朝大臣们都劝不动皇帝，难不成你想去劝劝他？朝臣们怕是没劝在点子上，倒是张廷玉张大人来面见皇上，说了许嫁和敬公主的好处。皇帝听进去了？臣妾不知。不过臣妾恳请太后知会朝臣们，历陈横提长公主下嫁的益处，极力劝谏长公主远嫁。娴贵妃，您这不是戳太后的心窝子吗？不仅如此，太后还要自己递风出去，让皇上知道，太后已经知道了下嫁长公主的益处，极力要将长公主嫁出去。哀家自己去说，要许嫁横提。是。当然，臣妾不是真的想让太后嫁女，而是想帮太后把长公主留在身边，所以恳请太后行事，前朝后宫齐力。越是人人知道太后要嫁女，尤其让皇上和皇后知道，越能力保横提长公主留在宫中。择利而为，是为后妃的选择；力保儿女，是为人母的选择。皇后是额娘，即便她知道，也舍不得自己的女儿的。想必皇后是为母情急，一时乱了方寸，才会不顾病势为和敬公主拼力一搏。这时候太后和皇后谁先定下心来往前走一步，反而可以留住自己的女儿。好处多了，才会让人心动。哀家自己去造势，让富察氏族按捺不住，必会给皇后施压。皇后是富察氏之女，处处以全族利益为重。如今被自己的至亲逼迫，怕她也无可奈何。哀家小瞧你了，果然是个聪明人。谢太后夸奖。皇上为此事烦心已久，臣妾只想助皇上了了这桩心事，心事一了，朝
朝局也安稳，臣妾也可以略略报答当年太后的庇护之恩。仅是如此？仅是如此。怕你还恨着皇后吧？臣妾不敢。冰雪聪慧，你这脾性，哀家喜欢。皇上还在为蒙古求娶之事烦心吗？皇上别这么看着臣妾，臣妾不胡乱多嘴就是了。说来，臣妾也是和敬公主的庶母，当然是希望公主留在身边的好啊。这还像句话？嫁了蒙古，便是得了实打实的靠山。皇上满心孝顺，自然是希望科尔沁部这般威武的好女婿是给太后得了的。实打实的靠山，这个道理你明白，难道朕不明白吗？皇上当然是最明理的，谁的女婿总帮衬着谁嘛。行了，你别说了，朕意已决，下去吧。臣妾告退。皇上要本宫和纯贵妃去劝和敬公主啊。是。皇上怕是自己为难。皇上虽然决定让和敬公主下嫁，可心里总是不好受。若贤主和纯贵妃能劝得公主乐意接受的话，那皇上心里也好受些。本宫明白，也是该替皇上分忧。可公主的性子，怕是不好劝。和敬公主是皇后所出的嫡公主，性子倨傲，一向是不好说话的。有劳贤主和纯贵妃了，纯贵妃已经知道了，正在赶来，要与您商议呢。本宫知道了，你先回去吧。这。主儿，看来您跟纯贵妃有钉子要碰了。也许吧。劝和敬公主这事儿啊，不能越过皇后。午后等皇后服了药，精神些，咱们先去面见皇后。眼下不是应该先去劝说和敬公主吗？皇上并没有让您先去见皇后娘娘啊。皇后娘娘是和敬公主的额娘，这事儿也瞒不了她。父后是本宫的亲弟弟，怎么能利欲熏心？听朝臣们说，横提下嫁科尔沁部的好处，就这样让本宫同意景色出嫁了。就连张廷玉大人都在皇上面前进言了，您再舍不得母女分离，也得为富察氏上下打算呢。本宫怎会不知道？联姻科尔沁部对富察氏有莫大的注意，也可帮助皇上制衡蒙古大部。可是本宫身为人母，舍不得景色。可傅恒大人说，天大的好处不能给了太后和钮祜禄氏。本宫这一辈子都在为了富察氏
就不能许本宫私心一回吗？我恒大人说您病重，不能不想到万一。如果谁还能为公主的婚事打算呢？他们哪里是为了本宫和景色着想？他们满心里只有富察氏的利益。您是大清的皇后，更是富察氏的皇后啊！本宫为了富察氏的荣光，已经耗尽了心血，舍出了一生，结果连自己的女儿也要跟着本宫一同牺牲。娘娘，应该吃药了。娘娘，贤贵妃来了。今儿倒是热闹，嘉妃刚走，你就来了。人人都往本宫跟前凑。臣妾是来禀告皇后娘娘，皇上命臣妾和纯贵妃去劝说和敬公主远嫁蒙古科尔沁部。皇上思虑再三，宁舍一时之情，也为公主找一个最好的去处。本宫身为皇后，皇上有什么事儿，自然会亲自来跟本宫商议，无需你来告知。再者说，本宫母仪天下，与皇上一心，自然以国事为重。景色是嫡公主，何该为大清的江山社稷奉献一切？皇后娘娘不舍公主，但为了江山社稷，如此通达，垂范天下，令臣妾钦佩万分。您宽宽心，对凤体也有益。你不要总惦念当年差点成了皇上的嫡福晋，现在看着本宫体虚，就想越俎代庖。臣妾还并无此意。皇后娘娘提起这些事儿，这么多年是皇后娘娘放不下，心有执念，难免行事悖乱。本宫是大清的国母，从来行事清明，何来的悖乱？皇上了解皇后娘娘，心系天下，更心系富察氏。皇上知道皇后娘娘会允准和敬公主嫁往蒙古大部，一是为了江山社稷，二是为了公主有个好的归宿，和富察氏互相扶持，延续富察氏的荣光。出身大族的女子，哪一个不是为了家族的荣光费尽心思？当年你的姑母景元宫不也如此？她费尽心思把你塞给三阿哥和皇上，又为哪一般啊？你啊，不过是想费心，也族中无人罢了。臣妾族中是无人，臣妾更无儿无女，不似娘娘般福泽深厚。臣妾能从冷宫活着出来也实属不易，只想过简单随心的生活，不想似娘娘般被族中亲人逼迫做着违心之事，含泪带笑，更不会和儿女生离死别。你少在这里扮伶牙俐齿，劝得服景色，才算你对得住皇上的吩咐。皇后娘娘请保重凤体，来日还要送和敬公主出嫁，臣妾先告退了。娘娘，娘娘，你没烫着吧？你消消气，千万保住身体啊！
公主，贤贵妃娘娘和纯贵妃娘娘来了。坐吧。公主在看女则啊，想必是崇敬长孙皇后的言行。皇上已经想好了，公主嫁往蒙古科尔沁部，婚事就定在明年3月，草长莺飞，春和景明，果然是公主出嫁的好日子。我不嫁。即便我真的要嫁，我乃中宫嫡出，婚嫁大事岂是你们2人可以向我冒昧提起的？自会有皇祖母和皇阿玛、皇额娘向我说。公主说的极是，此事原本不该我2人开口，只是公主也是知道的，皇后娘娘病弱，无暇顾及公主。皇太后年事已高，皇上要一心忙于朝政，所以才将此推心置腹之事交于我2人。说来呀，皇上真是心疼公主是嫡女，所以才选择了蒙古科尔沁部最尊贵、最至亲的王爷为额驸。这门亲事啊，果然是门当户对。你不必拿皇阿玛来压我。纯贵妃若觉得远嫁蛮荒之地甚好，何不让你自己的女儿出嫁呢？这谨言才2岁多，要如何出嫁？公主，蒙古铁骑向来是我大清安定四方的后援劲旅，满蒙联姻也是先祖就留下来的规矩。那又如何？我不喜欢，自然不嫁。公主想天下之养，就该为天下倾尽心力。更何况这次只是让公主遵循满蒙联姻的旧俗。父母在，不远游。皇额娘抱病，永从夭折。我身为长女，理应承欢膝下，洒扫侍奉，以全孝道。公主的这门婚事要尽的就是皇后娘娘的孝道。怎么可能是皇额娘？她怎么舍得我这唯一的女儿？7、8个早伤，皇后娘娘唯一能依靠的就是公主您一个人。若要中宫之位稳若泰山，就需有强劲的依靠。公主嫁往科尔沁部，便是最好的打算。贤贵妃，何必把这些事情与公主说穿呢？公主不懂父母的苦心，本宫要跟她说一说。公主若不明宫中的道理，本宫也得跟公主明一明。皇上执掌四方，就需安邦定国；皇后娘娘位至中宫，就需母仪天下。公主是天之娇女，就需为大清尽心尽力，为皇上、皇后尽辅佐之责。在这宫里边，卑微如奴才，尊贵如公主，都有自己的位置和责任，别无选择。